你们是警察，拜的是关老爷，什么也不用怕。今晚照旧，出去。是 Sir。我叫徐明，是个交通警察。最近在我的身边发生了难以想象的事情。今晚我和我的好搭档阿辉被上司安排到路口抓拍飙车党，因为我知道这条路晚上根本没车，于是架好测速仪后就开始睡觉。可恶的阿辉见我睡着，就开始捉弄我。他一转身，恰好看到一个老婆婆经过，可就在他想看清楚的时候，那个老婆婆居然消失不见。就在阿辉疑惑之际，测速仪突然闪了一下，阿辉急忙到测速仪前查看，并未发现异常，于是就把我叫了起来。摄机闪了，是你眼花了吧？别闹了行不行？真的闪了。我以为是他在捉弄我，并未在意。很快对讲机里就传来了下班的命令，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，我让阿辉留下收拾东西就回去睡觉了。转眼间来到第二天晚上，还是我们两个在老地方测速，这次阿辉准备了炉灶煮面，不同的是真的有人在这飙车。阿信，车牌382收到没有？很快阿辉的面也煮好了，可恶的是这个臭小子居然随地放水。喂，撒尿走远点。就在阿辉去后面放水的时候，测速仪又闪了一下，抬头一看并没有车经过，我赶紧放下手里的面去检查测速仪。就在此时，一个老婆婆突然出现，我本着尊老爱幼的原则扶老婆婆过马路，奇怪的是她的身上居然发出冰凉刺骨的寒气。阿辉也奇怪地看着这边。就在此时，一辆汽车疾驰而来，我急忙推开挡着测速仪的婆婆。就在此时，放完水的阿辉过来询问刚刚的老婆婆，我大惊失色，急忙寻找婆婆。阿辉怀疑是我把婆婆推下了山崖，我有点担心，急忙和阿辉一起寻找。很快阿辉就发现了一团头发，我们两个都误认为这就是婆婆，可等我把她拉上来的时候，才发现这只是被人丢弃的女朋友。次日一早，我们就拿着测速仪拍到的照片向上司汇报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小沙龙说拍到脏东西了，可是上司却揣着明白装糊涂。是镜头脏了吧？我提出想要换个岗位，却被上司狠狠教训。不过是看守机器嘛，你们怕什么？你们是警察，拜的是关老爷，什么也不用怕。今晚照旧，出去。是 Sir。无奈之下，晚上我又和阿辉来到了老地方。经历过昨天的事情，我总感觉这里阴风阵阵。就在此时，一辆汽车向这边疾驰而来，很明显是超速了，可这次测速仪却没有反应。阿辉说可能是被我推下山的老婆婆在作怪，我被吓得当场就跪了。一旁的阿辉却在那里哈哈大笑，原来他根本就没有打开测速仪。我一听才放下心来，可下一秒一旁就传来了奇怪的声音。我们两个扭头一看，发现居然是昨晚的老婆婆在路边打小人。与此同时，没有开机的测速仪居然开始自动拍照。我们两个彻底被吓坏，撒腿就跑，昂贵的测速仪也被踢下山。次日，上司得知这件事后非常生气。婆婆，你们高头大马，看见老太婆打小人就吓跑了。既然她这么教诲你们，晚上就请她亲自找回来。无奈之下，我们只能再想办法。在下班的路上，一个算命先生突然喊住：“先生，你踩到脏东西了。”是，你怎么知道？你过来，坐下来再说。好，来，大师，我真的踩到脏东西了，真的踩到脏东西了。此时我才知道大师没骗我，可就在我要走的时候，还是被大师拦住。从大师手里买了护身法器以后，我又和阿辉来到老地方值班。眼看阿辉只是准备了5帝钱，我就打开录音机播放大悲咒，跟着我做手艺，今天晚上没事的。
可就在我昏昏欲睡的时候，收音机突然卡带，与此同时，一个男人以每小时120迈的速度向我们冲来。那个婆婆突然出现在他的窗前，提醒他减速慢行。男人被吓得手一抖，开车直撞向了我和阿辉。我们两个见状急忙卧倒，幸运的是车没有撞过来。缓过神来以后，我发现车轱辘下居然压着阿婆的饭盒。阿辉就要教训男人，可在男人眼中，阿辉却变成了婆婆的样子。情急之下，男人就说出了实话：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故意撞死你的。此时我们两个才知道，原来是老婆婆被撞死，怨气难消，所以才找我们两个来惩处罪犯。破了这些案子，我们两个肩膀上都能加颗心。祭拜完婆婆后，我们更是在回去的路上找到了测速仪。看来以后有了婆婆的保佑，干什么都事半功倍。到这里，我的故事也就结束了。我是小 K，我们下期见。